大家好，我是你最喜欢的中文老师威廉。那今天呢，是我做的第一期播客。其实我有点小紧张，因为我从来没有以真人出镜的形式去做过任何的视频。其实我生活中呢是有点 i 人的。我觉得这种视频模式对我来说是一种挑战吧，因为要我自己一个人。哦，对了，I 人的话是表示内向的人，是从英语里的 introvert 简化过来的，叫 I 人，所以是内向的人。那外向的人相对应的就是 E 人 extrovert， 是我们中文里最近特别流行一种区分不同性格的人的一种说法。然后话说回来这次的视频对我来说比较挑战性。另外，因为我可能思维比较发散，我不太确定我能够一直一个线性的去说一个话题，所以呢，我说的事情会比较跳跃，希望你们不要介意。然后就是这个语速的问题，这个语速会是我自己一个人平时思考的时候会比较惯用的一个语速，也是在一个正常交流的语速里面也是会偏慢的，这个也是我本人说话也是会偏慢。如果有观众同学们觉得这个语速会偏慢，你们可以调快一点点。如果你们觉得这个语速对你们来说还是偏快了的话呢，你们可以在右下角的按钮那里设置一下这个倍速，可能会舒服一点，也更习惯一点。但是呢，我的这个语速就是我们中国人平时会交流用的语速里，可能我会有偏慢吧，但是我们是正常也是会有这种语速的。OK， 就是这将会是一个1小时的和你们的一个闲聊，我就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了，希望你们不要介意。再然后就是我已经自我介绍过了，我是 Lilian。那你好吗？你今天开心吗？你今天感觉怎么样？今天感觉一般般。我觉得这应该是我们一个绝大多数时候会有的一个心情吧，就是不是太激昂，也不会说是很负面，就是一个一般般的情绪。我们今天的天气，比较阴沉，其实主要是我们这边已经是热带了，就跟东南亚那边的天气感觉差不多，就是那种雨热同期啊，就是夏天会特别多的雨水。这2天呢，我估计也是快要下大暴雨那种了，就会非常的闷热。我觉得你们可能如果不是东南亚的生长的人的话，可能有点不太能体验到这种感觉。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我们中国的那种包子？包子是用什么来做的？就是那种蒸笼，你们见过那种蒸笼吧？就是下面是一层水，然后上面就是包子。然后就是通过高温把那个水加热，用蒸汽把那些东西给做熟了。那我们现在这里的天气就是这样子的，下雨，然后高温又把那些水分蒸发，就是蒸笼。我们这边大家开玩笑说话就是今天又是蒸笼的一天呢，今天非常闷热。我估计我们这边下半夜应该会有一场大暴雨，然后会持续1个星期。
对，我看了天气预报，这个雨应该会持续1个星期，就是不是那种连续1个星期，那比较糟糕，可能会发大水。那应该是那种断断续续的暴雨，下1个星期这样子，其实也蛮好的，因为一开始可能前几天就是蒸笼的状态，但是一旦那个雨浇透了地板的话，那个热气会散掉很多，我觉得应该会舒服一点吧。我觉得今年这个天气实在是太闷热，闷热的有点反常，你知道吗？就好像去年的冬天，其实没有很冷，我觉得就是这个天气出现了异常。冬天不是太冷，夏天呢就异常的高温哦，好像是那个什么厄尔尼诺还是拉尼娜现象来着，是吧？同学们，你们如果知道的话，可以告诉我一下。反正我知道，大概是因为这2个现象导致的这种反常的天气情况。然后就是，我们这边的天气情况差不多是这样子了，不知道你们的天气那边现在是怎么样呢？舒不舒服呢？夏天的话，我觉得其实哪里都不舒服。我不是十分的喜欢高温，但是我十分的喜欢夏天，因为夏天会给人带来那种，活泼、朝气蓬勃、非常非常阳光的那种感觉。我觉得你们应该能感觉得到，就是能够对我说的这些感同身受。那其实我以前是更加喜欢冬天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因为冬天，我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更喜欢冬天呢。以前小时候，可能就是单纯的因为我很讨厌夏天的闷热，在老家的话，然后就会更喜欢冬天多一点。其实如果是这样子去比较的话，我觉得应该是我喜欢秋天更多一点。但是在我老家这边呢，其实是没有春秋2季的，一般就只有夏冬，因为这边实在是就已经是热带了，几乎就是没有春季和秋季这2个季节，所以我非常非常非常喜欢北方的那些四季分明的天气，特别是到了秋天，你可以看见在路上那些枫叶或者是他们的那些比较有特色的植物树，会真的变成了那种橙橙黄黄的那种颜色。我当时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非常非常漂亮。这是我从小到大在我老家这边是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东西，因为我老家这边几乎都是，常青的，树木，对，就一年到头它都是绿绿的、青青的。然后，不知道你们那边是不是也跟我现在这种温度呢？还是怎么样呢？希望你们不会因为天气太过炎热而影响你们今天的心情啊。今天的天气大概就是这样子了。那我们现在的这个时间是晚上的10:33。那你们不太清楚，观众朋友们都是来自哪里？你们现在的时间，你们现在观看这个视频的时间又是什么时候呢？那我现在就是祝大家早上好、中午好、下午好，还有晚上好。一般呢，我这个点数一般我就是会去
洗漱，然后准备躺床上了。但是今天的话，我想一鼓作气录制我的第一个播客，然后我想看一下大家会不会喜欢这种模式。就我是那种一想到什么事情，只要是我真的想要去做的话，我会迫不及待，我会马上就要去做到的那种。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是这种性格，还是能不能理解我的这种想法？我就是会对我想要做的事情，做了之后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会有什么样的成果，非常非常的迫不及待，也非常的好奇。但是这种呢，也很导致我的3分钟热度的性格，你知道吗？会让我，就是我想做一件事情，我想马上去做到，那我就马上去做。做成了之后 ，OK，哦，它是这样的感受，我喜欢，我可能会去做第2遍。那我可能感觉一般般，它激发不了我的多巴胺的话呢，那我可能就不会再做第2次了。这就导致了，可能大家会觉得我这种性格非常的3分钟热度，而且更神奇的是，比如有些东西我确实是非常喜欢的，但是一旦我感觉到疲惫或者疲乏了，对这样东西我就会不想再继续去做了。就是我之前有上架子鼓课嘛，架子鼓就是一个乐队里面的那种藏在最后的那个灵魂角色，架子鼓。那我觉得我非常有天赋啊，我学得很快，我学得也很好，然后我也很喜欢。但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学了大概有1年半吧，我觉得我乏了，我不想再继续上课了。然后我现在为止又停了半年的课，现在觉得有点对不起我的老师们啊，就是绝对不是他们的问题，是我自己的问题，我就是这样子的3分钟热度。我刚才聊到哪儿了？看，我就是这样子很跳脱的去说一些东西，老师又忘记之前说过什么东西了，希望大家不要介意。好吧，我就随便聊了。我刚才去做头疗了，我觉得头疗是就这种养生，头疗是养生的其中一个项目吧，我觉得是，就是洗头啦，但是它又不是普通的洗头，它又包含了头部的按摩啦，四肢就是比如手啊、脚啊的一些简单的按摩啦。还有我去的那一家呢，它还包括了用那些中草药来对你的头和头发进行那种熏蒸。不知道这段会不会太难呢？对大家来说，因为这种有点专业术语在里面，我想尝试着尽量简单的去描述一下这个头疗的这个过程。就是一开始你就是躺在床上，就是我们这边洗头就是躺着，对，然后呢，你的头那里会有个小缸，就是你的头就躺在那个小缸的一个边缘里面，然后就方便人家给你洗头。这是一种专门的洗头床，下面的那个缸里面会加一些那种中草药，开始给你熏蒸，就是让你先感受一下这个温度啊，这个味道啊之类的，然后它会开始给你的头部进行按摩，比如按你的额头啊、你的眉毛啊，就给你的大脑整个脑部进行放松。就给你的大脑进行放松之后呢，它就开始用一个罩子罩住你的脑袋，然后开始
继续加热中草药水，你就会开始在里面就那个蒸笼还记得吗？就像那个蒸笼一样在里面进行熏蒸，然后就大概蒸个20分钟吧。对，同时呢，它会有那种流动的水，就架在你的发际线这儿，那个水呢就会自然而然的就一直不断循环的在冲刷着你的头发和你的头皮。然后因为又是中草药嘛，对你的身体是非常有益处的。就不同的中草药会有不同的效果，比如我今天选的是一个止痒的。我先插播一句，对，我又跳跃了。我先插播一句，就是我上一周去了一个城市旅游，然后也进行了一个洗头按摩，就也进行一个头疗，对，头疗的一个项目。然后那边可能洗发水不是十分的好，让我的头会有些痒。我头皮比较敏感，所以什么都要用到比较合适的那种。然后回来了，头皮比较痒，我就选了止痒的一个中草药配方。它还有一些其他的配方呢，比如护发啊、养发啊、祛风啊。祛风的话，好复杂哦。祛风的话呢，就是比如你感染了风寒啊，你身体面就会有风，然后你就可以通过一些中草药的洗漱的方式，或者是一些其他方式，中医的一些其他艾灸啊、针灸之类的一些方式来祛风，就有一些不同的中草药。我选择了止痒。就在进行了20分钟熏蒸的同时呢，我还进行了4支的按摩，就简单的按摩了，并没有那种专项的按摩那样子那么的深入和长时间。他就给我按了一下手臂啊，就主要是按那个什么穴位，我也不太清楚，这个我真的不了解。就给我按那个穴位，但真的好舒服哦。手臂好像是这个地方，然后还有脚的话是，小腿那儿，对，然后还有脚板底，就是脚掌。他们会用一个圆锥形的东西来按压，确实挺痛的，但是按完之后又很爽。熏蒸完之后呢，大概就是正常的洗头了。然后洗头的过程中，它还会帮你按一下你的脖子啦、肩背啦，就反正这是一套这样的流程。我觉得，几十块钱划算是非常划算的。我觉得，就是包括了这么细致的按摩和一些中草药的配方，我觉得不超所值吧。可能是因为我们这儿是小地方，反正去大城市的话可能会更加的贵吧。我们中国现在的养生行业，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发达，也非常做得非常好。如果你们什么时候来我们这边旅游啊，或者什么的话，我真的强烈建议你们体验一下我们的养生行业，就什么头疗啊、按摩啊、或者足浴啊，还有啥呀？就很多，或者你做皮肤管理也行，就很舒服。我觉得做这个，你与其说是你去因为它的功能而想去做它，我觉得与其是一种享受。对，就是比如当你压力很大，或者你什么都不想做，但是你想放松的时候，你去做一个这种项目，我觉得是一种非常非常非常放松的一件事情。就做完之后，你就可以回家，或者晚上回家可以睡个好觉。早上做的话呢，你一整天就有个好心情，就我好好对待我自己我今天好开心啊，我好放松啊，这样子。就是我刚才
进行的一个活动了。哎呀，讲了那么久，发现才过了23分钟，果然我实在不是很适合自言自语。不过我觉得我可能会习惯，我可能做多了会习惯，毕竟熟能生巧嘛，就是自己一个人在这里叭叭叭叭叭的，不确定，但是我会继续加油做的。我希望大家可以给我一些正反馈，因为我这个人是做任何事情都非常非常需要正反馈，就是我做一件事情，我得到了一个好的结果，那我就会愿意去做第2次、第3次。我会带着很强的动力和很开心的心情去继续做。但是如果我做一件事情是有滞后性很强，就是我可能知道它会让我开心，或者它会成功，但是我可能需要等个1年半载那种，我真的很不喜欢这种，就每一天都会对我来说是一种很枯燥的日常任务，对我来说，那我就没有任何热情去做这种东西了。如果大家可以给我一些正反馈，就比如给我评论啊，给我留言啊，就点赞之类的，我都会非常非常开心，或者加个关注之类的。我也希望可以帮到大家，因为我没有任何的草稿，我不太确定那些做这些播客或者vlog 的博主们是怎么样的一个流程，但是我自己就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这是为什么那么跳跃好吗？我在开着电脑，但是我电脑是没有任何东西的，就是我的桌面，这是我办公桌，我来录视频比较方便而已。话说回来，那我们刚才说了有关天气的东西，那说一下一天吧。我刚才也说一下我刚才的活动嘛。那我们说回早上，我们会做些什么东西吧？比如你早上起床的时候，你会喝东西吗？我的话，我会和很多人一样，我会选择喝咖啡。但是我跟你们讲一件事情其实我对咖啡因是有点不耐受的，就是我喝了咖啡之后，我会手抖啊，会胃痛啊，然后就大脑会非常非常兴奋，就是这种不耐受的现象。那为什么我会选择继续？我以前从来不喝的，就是或者偶尔是在旅游的时候，我需要我一整天都保持清醒的状态，我才会去喝咖啡这种东西。但是现在我选择每天都去喝，一来是因为我觉得我在家确实是不知道为什么非常非常非常的精力不足，会很困，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第二呢，是我在上个星期的旅游中，我发现，喝咖啡好像，会抑制我的头痛的现象，然后会让我减少我焦虑的现象，还有第三是会减少我胡思乱想的现象，就是我喝了咖啡之后，我会非常的平静，因为，我有，现在没有，现在还有一点吧，我之前是有非常非常严重的焦虑症，我觉得可能如果有这个，同样情况的人，可能会理解我的这个状况，就是你的大脑是非常紧张，时时刻刻紧绷着，然后，会有很多很多声音在你的脑海里出现。这种情况会让我大脑非常非常糟糕，然后甚至是导致我的脑壳生理性的疼痛。
我发现喝了咖啡之后，我的认知情况好转了。就可能有时候我还是会胡思乱想，但是至少我脑壳不痛了。我的天啊，我的脑壳不痛了，真的是这个，真的是让我非常非常非常感恩的一件事情。那至于大家说的那些咖啡因会带来的副作用，我除了那些不耐受的现象之外呢，我暂时没有其他的影响。我早上会喝一杯，当然就是剂量的选择，我会选择非常非常低剂量的，就不是那种普通的，就不是外面卖的那种黑咖啡呀、手冲咖啡呀、滴漏啊，no，我不喜欢，因为那种剂量太大了，我喝下去一定会胃痛，一定会头痛，也不会头痛，就是反应会非常剧烈，我就不要，no，我不要那些，我会选择那些可能在普通人眼里看起来不太有效的速溶咖啡，这样对我来说剂量低，然后效果也挺好的。每天早上一杯，然后配上早餐，又或者是有时候我睡晚了，我会午餐后喝一杯这样子。其实我有试过一些，比较出名的那些提高精力的口服液，其实是有用的，但是我觉得可能需要停一段时间，就是你不能一直不停的持续的喝。我喝了有几个月了，虽然也是断断续续的喝，但是我觉得还是先暂停一段时间吧。就是市面上非常非常火的那个，我就不说牌子了，反正是有用的那种就是补维生素啊，补充营养的那种补剂。说着说着我就开始犯困了，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那个熏蒸让我放松了吧。然后，又差不多到我睡觉时间了，开始有点犯困。那大家平时睡觉时间大概是什么时候？会不会熬夜熬到很晚很晚？因为呢，在我们中国这里，其实熬夜是一个很一种常态，我只能说，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会熬夜的，然后现在很多年轻人呢，也是熬夜是一种常态，2、3点啊，3、4点啊，第二天有工作的话，可能1、2点，这种都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我听说，就外国的朋友们，一般就8、9点了，9、10点了，就已经睡着了，甚至不是上床躺着，是已经睡着的状态。然后第二天5、6点起床，我的天呐，真是，我真的很佩服这种状态的人，你知道吗？因为我可能是个夜猫子，太早起床不太行。但是我大学的时候呢，其实有试过这么早起床，我觉得我好像获得了别人2倍的时间，比如别人的一天是一天，但是我好像过了2天一样，就是我做了一堆事情，别人才刚起床的那种。其实我挺喜欢那种状态的，但是好像已经很久很久都没有试过有那种感受了，因为现在不知道是，我不想说年纪大了啊，我还很年轻，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你度过的岁月变多了，会发现一天的时间跟以前比起来，好像是越来越少，而且越来越短了，就好像时间一下子就过去了。你早上就算你是早早起床，但是你好像一下子就到晚上了。你可能什么都，你感觉自己什么都没有做，就到了睡觉的时间，
真的是，可能是习惯，就是一种，我好像有看到那种心理学上的一种解释，但是我忘记了。要缓解这种的话，他说你可以去尝试不同的，就是在你的一天中去增加一点新的东西，比如你以前从来都不做饭的，那你试一下做饭；又或者你从来都不做运动的，你会试一下去做运动，就是给你的生活一天里面去添加新的项目。这样子会让你对时间的一种惯性慢下来，就一天会变得不一样，会更长。那大家一天是怎么去打发时间的呢？就是比如说你不工作，你的休息日，你是会做些什么？或者说，像我刚才说的那样，你早上起来会不会喝东西呢？你喝的第一杯东西会是什么呢？我知道有些人跟我以前一样是不喜欢喝咖啡的，那或者你会选择去喝一杯白开水，或者你会选择在你的早餐喝一杯牛奶。当然了，千人千面，大家有不同的选择。我以前不喝咖啡的时候，我会选择，我早上起来都是会直接喝水，温水。温水这个又是另外一个很刻板印象的东西，就是中国人，只有中国人喝热水。我觉得挺对的，其实可能因为一些历史原因，导致了，呃，我们中国人比较喜欢喝热水这件事情。我其实觉得挺好玩的，就是我会发现原来真的只有我们的人会比较喜欢喝热水诶，其他国家好像都是只喝冰水比较多诶，真的很神奇。就算是同为亚洲国家，我在其他国家也会发现大家都是喝冰的比较多。那这个也是各有各的喜欢吧。我有时候太热我就喝冰的，但是早上起来我觉得还是不要刺激肠胃比较好。温水喝下去很舒服啊，对我来说。早上的饮料的话，你们会不会尝试自己去做，比如榨汁啊、果汁啊这样子？嗯，又或者，我想我能想到是榨果汁的这种次制比较多诶，要么就是冲咖啡嘛。但是，很多人不是会在早上喝什么果蔬汁吧，对吗？会在早上喝果蔬汁这样子，我觉得挺麻烦的。我个人是非常不喜欢麻烦的一个人，什么方便怎么来，我就对。那你们会选择去自制一些啊、早餐饮品这样子的情况吗？那你们有没有出现什么比较惨痛的制作饮品失败的经历？比如说你在做果蔬汁的时候，不小心把一种你十分不喜欢的蔬菜或者水果放进去了，但是你没有发现，然后弄出来之后，你尝了一口的那种感觉，不知道呢，大家会有没有这种经历？聊着聊着就40分钟了，挺好。那我还是挺能侃的嘛。不过我也有中途停下来发了会呆，想一下自己应该说些什么。因为我现在完全是不过脑子，你知道吗？就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或者你们有什么想要了解或者想要讨论的话题，就请跟我说，我就会在评论区
选那些来跟大家互动一下。对，其实我非常期待能够跟大家互动，我也很期待大家会喜欢我的这样子的闲聊的视频，因为我觉得这种方式是最能够让大家去了解我们地道的表达，以及去训练大家听力或者口语的一种方式嘛，是非常好的。就是我自己也是个语言爱好者，我也在学法语，然后我会很喜欢这种模式的学习，所以我觉得我在做中文频道的话，我可以去参考这种模式，去给大家呈现出这种形式的视频，可以帮助大家去了解更多中文，了解更多中国的文化，以及了解更多中文常用的一些用语啊、俚语之类的。比如刚才我就跟大家提到了 I 人和 E 人这种，我觉得你们可能平时就根本没有途径去了解这些东西，除非你有一个中国朋友，就或者你经常网上冲浪，5G 网上冲浪就非常频繁，不然的话，这种非常小的点，你很少能够学得到。我觉得你只能通过这种日常的讲话对话，或者这种 vlog 形式的，或者这种播客形式的去学习吧。那我现在的状态，我其实虽然我是有工作，但是我更倾向于能够自己做一个频道，然后既给大家带来一些有用的东西，也希望能给自己一些很好的成长和启发吧。就比如说这一次现在这种露脸的真人的视频，我确实是有些忐忑，但是我觉得也算是我的一种经验和经历吧。我能够自己一个人在这里叭叭叭叭叭的输出1个小时，能够面对镜头，从刚才的真的不知道要说什么，到现在我觉得放松了很多，能够想到什么就脱口而出，我觉得是一种成长。我觉得做这个频道也带给我一些很多的东西，我希望能够把这个频道做大做强，也希望对大家会喜欢这些东西。说到工作对，刚才我说到工作，我是一个 freelancer 中文是自由职业者吧，对，然后我是做视频和设计的，一般是给我的老板做视频啊，或者给他的网页或者设计啊，或者海报设计之类的，就设计类的吧。但我一般是在家里比较多，因为自由职业者这个时间地点比较自由嘛。那大家需要去上班，需要去公司上班的那种工作，需要通勤的话，你们会不会觉得通勤时间太长会很烦？因为我之前还在公司上班的时候，我十分讨厌通勤，所以我会选择离公司很近的地方去租房子。因为我之前年轻的时候实习，我真的是少不更事，知道吗？少不更事，就年纪太轻了，什么都不知道。
就选择了为了图便宜，我选择了，或者那里其实也不便宜，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找了一个离我实习公司非常非常非常远的地方，然后要坐公交，要坐地铁，这样来回倒腾，就单程哦都要1个多小时。我的天，我当时怎么想的呀？我受不了，就很累很烦。所以正式工作之后，我就吸取了教训，我选择一个离我自己公司非常近的地方。所以我当时的同事都非常非常的羡慕我，说啊，你住得好近哦，真好什么的。那么你们呢？你们的通勤时间一般是多少呢？哦，对了，我的话，我会把我的通勤时间缩短在半个小时内，甚至是20分钟这样子。比如说，我们的上班时间是9点到9点半，那我一般都会睡到8点半。那我的同事们呢，有的时候7点醒，有时候7点半就醒了。虽然可能说那个房子的价格会贵一点点，但是我一点都不后悔，我是觉得非常非常的值得。那你们呢？你们通勤时间一般会是多少？我甚至有看到说有些人的通勤时间会达到3-4个小时，就是你在一个镇去另外一个镇，会真的有这种通勤时间吗？或者真的有这样子的观众会有这么长的通勤时间吗？那你们是为什么会选择这么长的通勤时间呢？或者说你们有没有考虑过去缩短一下你的通勤时间呢？又或者说这样子的通勤时间其实有没有影响到你们的日常生活？因为我觉得单次的通勤都会达到3个小时的话，那一天下来是不是没有多少自己的时间了呢？其实我也不太清楚，所以我想问一下大家的意见。还有就是，通勤的工具的话，我们这边大城市的话会地铁，比较多，对，地铁、公交这些会比较多。我的话会喜欢地铁比较多，因为快，不会堵车，但是会堵人。我们人太多了，有时候你的早晚高峰期就可能一趟都挤不进去的那种，就人已经挤到了门口。像日本那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需要有那种推人的那种工作人员去把你推进去。我们还没有这么夸张，但是我觉得那个挤人的程度是差不多的，是已经挤到了门口那种，很可怕。那虽然如此我还是非常喜欢地铁的。那你们呢？你们会选择什么样的通勤方式呢？我知道比如在荷兰这些地方，大家会选择去骑自行车、骑车，好像骑车是他们的一个国民运动或者国民的代步方式，好像他们全国人都会骑自行车。单车王国是不是他们有这个别称？那你们呢？你们会有什么通勤方式吗？或者说你们在通勤的路上有没有遇到什么有意思的人，或者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比如我在社交媒体上有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通勤上面的笑话，就是有一个人他发帖子说他在挤早高峰的时候，就是太多人了，他根本没有地方扶住，没有扶手，他在刹车的时候就晃了，
然后快跌倒了，他想要扶住什么地方或者扶住身边的人，就手忙脚乱的一下子一巴掌过去，扇了3个人，一巴掌扇了3个人，非常非常非常搞笑。还有一个，还有一个人，他说他忘记是什么时候，大概也是坐地铁吧，反正就是他就没有站稳，然后一个滑铲把站着的7个人全部都铲倒了，然后他的手机还飞了出去，飞到了一个男生的裤裆上。然后更加搞笑的是，那个社交媒体的大数据很厉害，就左边是那个当事人，右边是那个被手机打到裤裆的那个受害者，真的很好玩。我觉得大家可以试着上一些中文的社交平台。我觉得中国网友的幽默非常非常的顶级，真的很好玩。当然了，这个需要你们有一些相应的中文知识啦，还有你们的一些谐音梗，一些谐音梗也会需要你有相应的中文的语言的功底了，对吧？你们呢？你们在通勤的时候，或者你们在出行的时候吧，出行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什么类似的好玩的事情？希望你们跟我分享一下。再者就是差不多时间了，50多分钟，好像真的可以看很久。不过我觉得有些累，有些乏。如果是早上的话，可能会更好，对不对？我下次要不要试一下早上录一下？因为我觉得晚上的话，可能经济上不是十分的好。就脑壳转动的不是非常的快，然后话题那些我不知道确不确定，也要准备一下。至少当我想不到我要说什么的时候，我可以瞄一下我的下次吧。下次和大家分享那些小零食，中国的小零食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吃，我只能这么说。就是你们来中国旅游，我除了推荐你们去体验一下养生行业的项目，第二就是你们一定要尝一下中国的小零食。我说的小零食不是那种什么特色美食啊，路边摊那种啊，现做的那种美食，就是我们平时会买的那种包装的那种小零食。真的很好吃，可能有些人觉得，对身体不好啊，没有营养什么，但是我觉得偶尔吃一次也没什么问题嘛，就少量啊。反正这么好吃，为什么要压制自己呢？对不对？我觉得美食是一个人最美好的时刻，吃美食真的是一个非常能治愈身心灵的一个事情。为什么？为什么呢？为什么要想喜欢的东西要不去吃呢？大家记得来中国一定要吃美食，就可能因为我们的菜系非常多，我们的不同的口味也很多。比如我自己喜欢吃酸甜口的，那我可能江浙菜系比较适合我。那有些人喜欢吃咸口的，或者辣口的，那也有更多的选择，是吧？一定要吃，你不会后悔的。来中国吃，永远不会让你后悔。你想要什么都会有。
下次我还可以说些什么东西呢？或者我们运动之类的。其实我本人是比较喜欢做运动的，可能，还是因为三分钟热度，所以我还是尝试了一些运动的。但是留下来，我觉得我喜欢的，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下一次。那还有什么东西我觉得可以说的呢？哦，对，对，我现在就在看一些灵感了，就是还有音乐啊、歌单啊什么的。比如最近听了什么歌啊之类的。然后还有什么？还有一些奇怪的问题，这个很神奇哦。比如说，对，我下次再留着跟你们聊。因为我旅游的时候，我那个朋友他经常会突发奇想问我一些非常灵魂拷问的问题，就比如他去考验我的三观啊，考验我的一些思维模式的事情，很好玩。这种呢，我觉得人多的时候听大家的答案会非常非常有趣。然后还有就是，分享一些新发现的东西，比如新开的咖啡馆、新下载的软件之类的，这个也可以有吧。每天我还发现挺多的，但是我没有特地去记耶。你们会吗？还有什么？还有晚饭，晚饭聊点啥？有没有一道菜让你念念不忘？然后呢，中餐和外国料理的差异，我觉得这个也可以讲，因为我还是吃了一些，不少外国料理。其实，那，这个也可以聊下次。还有什么呢？计划，就周末计划或者明天的计划，这个我觉得也可以，这个应该也可以聊很多。好了，还有什么呢？对，差不多了吧？或者下一期有什么你们想知道或者想聊的话题，请记得一定要告诉我，因为我自己砍我真的不知道可以砍些什么东西。我这1个小时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是怎么砍出来的，我好厉害哦！我要给自己加油鼓掌。我希望你们会喜欢这样子模式的视频，因为我，我有试过那种 AI 做的那种嘛，但是其实我觉得可能有些人会喜欢，但是我觉得大家更多的可能会喜欢真实的人，真实的讲话出现在你们面前，更加的鲜活，更加的生动和接地气。就是比较费嗓子。对，嗯，就让我们看吧，看会怎么样，好不好？那今天也讲了1个小时了，我有点乏了。那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了，希望你有在我的这一期视频里面有学到新的东西。那我们下次再见了。嗨，大家好，又是我。为什么我又出现了呢？因为我在剪视频，剪着剪着发现，我一开始是录了1个小时的视频，但是剪着剪着，把那些什么语气词啊，把那些重复的都剪掉之后，发现还差6分钟。好吧，我啦，我又出现了，我又在这里了。我又继续和大家砍多6分钟的内容，因为其实这个工程量真的很大，自己剪了之后才发现，就是我讲完1个小时之后，其实还不够，我还要去把那些不重要的废片给剪掉，然后我又要
加字幕啦，然后我又要看一下每一个画面 O 不 OK 了，这样子就是其实你一整套做下来还是十分的繁琐的，就是没有你想象中的那样子哦，你只要讲1个小时的话就行了，然后你就可以直接 PO 上去了，不是这样子的，就是你做所有事情都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真的。那好，言归正传，也没有言归正传了，就是一样是闲聊，一样是和大家在侃大山。我刚刚被我的妈妈凑麻将角了。就我的妈妈，她是个很菜，打麻将非常的菜，但是她非常喜欢，所以呢，每次都是拉着我们的家人一起给她凑局，不然呢，她在外面打肯定会被别人欺负的。然后今天因为我的嫂嫂她还没有下班，那我就去给她凑一个麻将角。她竟然没有打过麻将，就是中国的国粹。我知道日本好像也有，但是我们的那个规则好像不太一样。反正就是我刚才去打麻将了，其实挺好玩的，但是我觉得打麻将太耗费精气神了，就对我来说不行，我打半个小时就是极限了。所以啊，我不喜欢打麻将，我可能打个5、6、7、8盘就可以，我不会说像那些人一样打个5、6个小时那样子，不行，我做不到。但是我今天运气好像还不错哦，给我的嫂嫂赢了不少钱。就是我离开桌面的时候哈，我还给我的嫂嫂赢了不少。麻将这种东西，我觉得就是非常靠运气的一样东西。就算你的技术怎么好都好，你运气不行，你的手气不行，那你今天就完蛋了。当然了，可能很多那些顶尖的高手确实可以凭借着技术把运气这一块给补掉，但是真的也不排除很多的新手，就是刚刚学会打麻将那种新手，他什么都不懂，但是他就手气好啊，每一个牌摸上来就是自己要的那种，你真的是挡也挡不住，技术再好也比不过人家，那真的是没有办法。我跟我的妈妈，我一开始学，我也没有学啊，我就看着那个规则我就会了。那规则其实也不难，那规则不难的。我觉得大家你上网找一下相关的规则，然后去打2盘，你就知道了。最起码最基本的激活，我觉得你只要一看那个规则，你应该就能懂。再打上2盘，你就能懂了。确实哈，你一看你可能没上手，你可能还要糊里糊涂的，但是你打上个4、5盘吧，我觉得应该就能上手了。它还有那些比较复杂的壶啊，比如什么清一色啊、碰碰壶啊之类，七小队啊，碰碰壶在广东麻将好像没有，对，七小队，然后还有什么？还有13-1这个，对，因为我打的是广东麻将，那我们国内每一个省份也有自己不同的规则，所以你打之前你要确定好你打的究竟是什么麻将。比如广东麻将它是不能够吃的，在其他省呢它是可以吃的，所以这里也是一个比较区别比较大的一个规则。我觉得你想深入的体验中国文化的话，麻将也是一项可以去探索的内容。毕竟它流传了这么多年，有几千年了吧？麻将以前就有了，我们中国古代就有这项娱乐活动，那流传了这么多年，一定有它的道理，是吧？我们本国人那么喜欢玩，那我觉得外国的朋友们确实更加可以尝试一下。再者，
它虽然是好玩，我也不是很明白为什么有的人觉得它很放松，是一项不需要耗什么精力的活动，但是对我来说，它又要拿牌、捡牌、看牌、碰牌，无时无刻不在动用着我的脑神经，好吗？我觉得真的是非常耗费我精力的一样活动，可能是因为我非经历人士吧。那今天就是这些内容了，因为我一整天其实都在剪之前那个1小时我讲的那1小时的视频，剪着剪着到现在发现还差几分钟，不可以，不可以，我有强迫症，我答应了大家一定是1小时，那就是1小时，1分钟都不可以差。然后我发现剪着剪着，就是你可能留1小时，但是你讲可能要讲个1个小时10分钟这样子的内容吧，这预留多10分钟来给自己剪那些废片。对，这样子我觉得剪下来应该就是刚刚好的内容。现在我又学到了这一，是吧？就是你做什么东西都要预留一下，预留个10分钟吧，就多出来的那就剪掉啊。那万一呢，是吧？这样子我又要重复干多活，就是不太好。但这里我又学到这些东西了，还不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轻微的 ADHD 或者注意力不是很集中的朋友们，有没有试过德国那个补剂啊？叫什么 Orthomol？对，就是我会有焦虑，我会有 ADHD 这些症状。我发现我喝了这个补剂之后，我好像焦虑加重了。我喝咖啡的话，能够非常好的平缓我的大脑和我的心情。就是我喝咖啡，我一整天我都是非常快乐的。但是呢，喝了这个补剂之后，我发现我的焦虑控制不住，焦虑好可怕哦，惊恐发作，几乎都要。我不确定是不是我自己一个人的问题。我决定要上网搜一下，到底是为什么。我刚才搜了一下 GPT，其实，但是 GPT 就告诉我说，因为这个补剂和咖啡的机制，这虽然都是提神的东西，但是它俩的机制不太一样。咖啡更适合有轻度的 ADHD 的人士去使用，那这个补剂呢，可能就不太合适。对。好吧，可是我还剩大半盒，给谁比较好呢？或者给我嫂嫂试一下吧，我觉得她非常需要，她看起来很疲惫。其实我可以给我哥，但是我买的是女士专用的 Vital F，好吧。那现在就11分钟了，终于够时间了，应该有1个小时了，朋友们，我没有辜负你们，1个小时我做到了。那讲真的，我们下一期再见喽！真的很感谢你们，如果你们真的有看到这里的话，我真的非常非常非常感谢你们对我的支持，也感谢你们看到了这里，真的很感谢，非常的感谢。那如果不说了，那我们下期再见了，谢谢你们。